这款小苹果的成品触感柔软舒适，选用3股的珊瑚绒线，单线的画偏细，我们采用双线，然后搭配一个5.0的钩针。为了方便大家看清针目，视频内选用的是7股的手边线，搭配一个4.5的钩针来做演示，成品相对会小一些。首先环形起针，由织物的中心开始编织。起针完成之后，编织2个锁针作为起立针，然后绕线圈编织一个长针，钩针绕线，穿过线圈，将线带出。钩针再次绕线，2根线并一针，循环2次。后面重复操作，我们绕线圈一共钩织13个长针。13个长针完成之后，收紧线圈，将线一次性拉出。最后将首尾连接起来，在第1个长针上钩织一个引拔针。第2圈同样锁2针作为起立针，在第1个针目上增加1针，钩织2个长针。在第2个针目上同样增加1针，钩织2个长针。后面重复操作，这一圈一共增加13针，钩织26个长针。26个长针完成之后，同样在第1个长针上钩织一个引拔针。第3圈首先锁1针作为起立针，在第2个针目上编织一个引拔针，在第3个针目上编织一个短针，在同一个位置再编织一个中长针，在第4个针目上增加1针，钩织2个中长针。在下一个针目上同样钩织2个中长针。在第6个针目上编织一个中长针。在第7个针目上增加1针，钩织2个中长针。在下一个针目上再编织一个中长针。在接下来的3个针目上钩织3个短针。在后面的针目上增加1针，编织一个中长针以及一个短针。在接下来的3个针目上钩织3个引拔针。下一个针目同样增加1针，编织一个短针以及一个中长针。在接下来的3个针目上钩织3个短针。在后面的针目上编织一个中长针。下一个针目上增加1针，钩织2个中长针。在后面的针目上再编织一个中长针。下一个针目同样增加1针，钩织2个中长针。在后面的针目上再编织2个中长针。后面继续增加1针，编织一个中长针以及一个短针。在最后一个针目上编织一个引拔针。第3圈结束，后面第4圈换红色线编织，将线勾出，然后编织一个锁针。在第3圈的第1个引拔针上钩织一个短针。在第2个短针上再编织一个短针。在第3个中长针上增加1针，钩织2个短针。
在接下来的2个针目上各编织一个短针。在后面的针目上增加1针，钩织2个短针。在接下来的8个针目上钩织8个短针。第8针结束，在下一个针目上编织2个短针。在后面的针目上同样编织2个短针。在接下来的3个针目上钩织3个短针。在另外一侧的2个针目上各编织2个短针。在接下来的8个针目上钩织8个短针。第8针结束，在下一个针目上钩织2个短针。在接下来的2个针目上各编织1个短针。在后面的针目上增加1针，钩织2个短针。在剩余的2个针目上各编织1个短针。最后在第1个短针上编织1个引拔针。第4圈结束，后面换咖啡色的线钩织苹果地的部分。首先编织5个锁针，接着返回倒数第2针，挑里衫的1根线，按顺序编织4个引拔针。4针结束，在主体上再钩织1个引拔针，然后将线剪断，将背面的线段隐藏到织物内。主体的部分完成之后，接下来我们用黄色线在织物中间钩织1排引拔针，在织物底部中间的位置重新起线。这里用到5股的牛奶棉，比7股线要细一点。如果是珊瑚绒的话，主体用双线，这里用单线即可。引拔针的部分完成之后，接下来我们用黑色线缝制2粒种子。中间的果核完成之后，我们最后一步编织叶子的部分。首先锁边起针，叶子也要用细一点的线，珊瑚绒的话用单线。起针完成之后，编织6个锁针。6针结束，我们返回倒数第2针，在锁针的背面挑里衫的1根线，在这里编织1个短针。在接下来的2个锁针上各编织1个中长针。在后面的锁针上编织1个短针。在第1个锁针上编织1个引拔针。后面锁1针，在同一个位置再编织1个引拔针。另外一侧，在第2个针目上编织1个短针。后面按顺序编织2个中长针。在最后一个针目上编织1个短针。在第1个短针上编织1个引拔针，然后锁1针，将线剪断，留出线段作为缝合用。最后将叶子固定到主体上。
叶子固定好之后，我们这款可爱的苹果片就完成了，然后利用相同的方法钩织纯色的部分。每一个单独的苹果片都非常可爱，不仅可以连接成围巾，还可以是一款迷你小包，又或者是一个小杯垫。